我妹妹替我坐进婚车，走向神坛的那天，罗马收到医院的最后通牒。阿什福德先生，电话那头的声音干脆利落，带着公事公办的腔调，却裹着最后通牒的意味。洛厄尔女士的账户拖欠严重，如果今天不能结清余额，我们将被迫停止所有维持生命的治疗。罗马短促地难以置信地笑了一声，那声音在婚礼筹备的嘈杂声中显得格外刺耳。告诉诺拉，别演了，真丢人。他对着电话冷笑道，同时调整着他的丝绸领带。告诉他，就算他今天死了，我照样要娶希恩娜。他那套小把戏可以省省了。他周围那些纽约老钱家族的纨绔子弟伴郎们发出附和的窃笑。那家医院是不想开了吧？其中一个伴郎晃着威士忌杯，嗤笑道：他们不知道在和谁说话吗？阿什福德家拥有半个曼哈顿。电话挂断了。在医院病房那无菌的寂静中，我无助地看着护士伸出手，拔掉了呼吸机的插头。不到30秒，机器有节奏的嗡鸣声停止了，留下一片震耳欲聋的寂静。护士看了看表，对着空荡荡的病房轻声说道：死亡时间2025年10月10日。今天是我死去的日子，也是罗马的结婚纪念日。罗马直到婚礼招待会结束才又想起我。当最后一位客人离开，五彩纸屑也被清扫干净后，他终于开车去了医院。他推开我病房的门，看到我的身体仍然躺在床上，他松了口气，这口气他都没意识到自己一直提着。看到了吧？他转向空无一人的走廊，像是在证实自己的残忍没错。我就说没人敢断你的药。他抬脚朝我走来，嘴边已准备好斥责的话，但身后一个声音阻止了他，一个殡仪馆的男人，神情肃穆，手里提着一个衣物袋。打扰了，先生，麻烦您让一下，该给遗体穿衣了。罗马，让我替你去看看他吧。我去查查是哪家医院吃了雄心豹子胆，敢威胁阿什福德家族。罗马冷冷地摆手，拒绝了伴郎的提议。没什么好看的，不过是诺拉惯常的引人注意的把戏。他说道，声音透着不耐烦。自从那次意外之后，他就只会打苦情牌，声称自己得了渐冻症，没钱治。可我每天都让希恩娜去看他，全是谎言。那伴郎还想坚持，但罗马的耐心耗尽了。诺拉是不是收买你了？你这么替他说话。朋友退缩了，低声道歉。罗马的表情冷硬起来。诺拉受伤时，我发过誓，他说道，更像是自言自语。即便让希恩娜替他履行家族婚约，我也承诺过会照顾诺拉一辈子。在我羽翼下的人，谁敢怠慢？停止治疗！荒谬！说话间，他瞥见希恩娜在那辆复古劳斯莱斯里等候，他眼中的寒冰瞬间融化。我只是飘荡在空中的一缕意识，看着我曾经深爱的男人，用满含爱意的目光注视着我妹妹。胸口的苦涩几乎将我淹没。罗马不知道，从他决定让希恩娜戴上本该属于我的戒指那天起，我就已经被抹去了。我的父母急于巩固他们攀升的社会地位，支持了希恩娜转移我的决定，把她转去便宜的地方。他们同意了，不能让一个残废丢家族的脸。于是希恩娜给我转了院，他们把我丢进一家不入流的机构，停掉了专家会诊，解雇了私人护士，放任我的脑损伤迅速发展成来势汹汹的渐冻症。起初，罗马还会打电话，即便在忙着敲定数十亿的交易时，他也会关心一下。直到他那位强势的母亲维多利亚·阿什福德站在我床角，要求他解除婚约。罗马，娶一个瘫痪的女人会让家族成为笑柄。他厉声说道，脸上因愤怒而涨红。他当不了女主人，给不了我们继承人。阿什福德家不养没用的废物。我依然记得那天的耻辱，无处躲藏我残缺的身体。所以，当我听说希恩娜要替代我时，内心深处竟有一丝解脱。我一个日渐枯萎的女人，怎能站在罗马·阿什福德身边？
但现在看着希恩娜穿着按我尺寸定制的维拉王婚纱，带着罗马专为我的手指切割的钻石，痛苦如实质的尖刺穿透我虚幻的心脏。宴会厅内觥筹交错，有人高喊着祝酒词：恭喜罗马，为你和你的姑娘共度一生干杯，愿你们年内得子。大厅瞬间静默了一刹。那个姑娘本应是我，在很久以前。罗马侧身靠近他的助理，低声说了些什么。查一下诺拉在医院的情况。希恩娜察觉到他的情绪变化。罗马，怎么了？他挤出一个微笑，握紧了他的手。一切都好，只是有人提到了孩子。别忘了我答应你的事。希恩娜脸红了，这景象灼痛了我的眼睛。即使身为鬼魂，罗马对他的柔情也让我感到窒息。我想逃离，想消散在虚空里。然而，助理神色慌张地匆匆返回。罗马，医院说诺拉不在那里，几个月前就被转走了。她失踪了。你说什么？罗马猛地从座位上站起来，椅子刮擦地板，发出刺耳的声音。他起身要走，但希恩娜抓住了他的手臂。罗马，你要去哪儿？你不是每天都去看诺拉吗？他厉声道，声音提高了。你知道他被转院了？希恩娜僵住了，一丝惊慌掠过他的眼睛，但他瞬间就用一种训练有素的平静将其掩盖了。是的，是我让他转院的，但我是为他好，罗马。我找到一家专治他这病的机构。他放柔声音，带着恳求。就算你不信我，你也知道，纽约没有哪家医院敢怠慢与阿什福德家有关的洛厄尔家人。他很好。罗马下颌的紧绷稍缓，但眉间的阴霾犹在。希恩娜抓住时机，挽住他的手臂，将他拉回庆典的人群中。我看着他重新坐下，心中刚刚燃起的那点希望火苗熄灭了。罗马，他在骗你。去医院，你去看看就知道了。我冲他大喊，就飘在他耳边。我声嘶力竭地喊，直到灵魂都感到疼痛。但他听不见。我看着他们交换戒指，我的视线模糊了。婚宴持续了好几个小时，终于结束时，我跟着罗马。他没有去新婚套房，他去了我原来的那间高级病房，我已经好几个月没住那里了。他站在门外，聆听着。我的心，如果他还在跳，一定会震耳欲聋。但他没有开门，他只是透过小小的玻璃窗，看着里面空荡荡的床，以为我睡着了。诺拉，他对着寂静低语，我今天结婚了。他将额头抵在门上，声音听起来疲惫不堪。我知道你恨我娶了希恩娜，但有些事我身不由己。你知道我爱过你，我跟你说过的，一直都是你。一抹若有若无的笑浮上他的嘴角，他想起了往事。我们在阿什福德庄园相遇，我父母托我去那里交际，让我在他母亲的生日宴上拉小提琴，但我僵住了。那些上流精英的目光太沉重了。是罗马走上台，坐在钢琴前，引导我完成了那支曲子。他后来说，只是不想搞砸派对，但那个夜晚，我们的命运纠缠在了一起。爱他让我筋疲力尽，所有人都嘲笑我，一个攀龙附凤的暴发户。但在他18岁生日那天，他当着所有人的面牵起了我的手。诺拉，他曾说，我从不轻易开始，也绝不半途而废。你会成为阿什福德太太的，别想逃。那时的我们对未来如此笃定。别恨我，诺拉。罗马现在说道，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烟。他看了看禁止吸烟的标识，又透过玻璃看了看睡着的我，把打火机放了回去。他轻轻扣了扣玻璃。明天我给你转院，搬到离我们公寓最近的医院，好吗？房间里依旧寂静无声。终于察觉到一丝异样，罗马皱起眉，伸手去握门把手。就在这时，他的手机响了。希恩娜病了，我马上来。他放下手，转身离开，门依旧关着。我没有跟着罗马回去，我无法忍受目睹他的新婚之夜。
相反，我留在停放着遗体的病房寂静中等待。罗马说他会来，他向来守诺，总会来的。但第二天早上，我是被走廊里的尖叫声吵醒的。我飘出去，看到罗斯奶奶，我的祖母，世上唯一真正爱我的人，正在和西恩娜争吵。奶奶！我哭喊着，伸手想抓住她，但奶奶的注意力全在西恩娜身上，眼中燃烧着怒火。诺拉死了！你们没人来帮她，没人来握她的手，现在你们还想抢走她的遗体？西恩娜毫不退让，她抱着双臂，冷酷而傲慢。这都怪诺拉。那是我的新婚之夜，罗马却丢下我一个人跑来看他。他就是个灾星，死了还要纠缠我们。我要把他的遗体弄走，西恩娜啐道，扔到罗马永远找不到的地方。奶奶捂住胸口，脸色煞白。我想推开西恩娜，但我的手像烟雾一样穿过了她的身体。我没有妹妹，西恩娜继续说，声音压低，带着恶毒的耳语。如果她不存在，洛厄尔家的一切从一开始就都是我的。凭什么把我送去寄宿学校，她却能留在家里？我僵住了。我从不知道她如此恨我。奶奶现在在哀求了。西恩娜，求你了。她已经走了。她再也妨碍不了你和罗马了。让她安息吧。西恩娜笑了，笑声尖锐而残忍，然后狠狠推了奶奶一把。老东西，我可不像你心软。我不在乎什么道德。我几年前就花钱安排了诺拉的，意外，她居然没死成。现在罗马还想把她挪进？不行，她必须消失，让她彻底忘了她。真相如重锤击打着我。我的瘫痪，毁了我人生的那场意外，是我妹妹。奶奶尖叫起来，我的诺拉，哦，我可怜的诺拉。西恩娜不耐烦了，一把抓住奶奶，把她甩到一边。奶奶重重摔在地上，头撞在油毡上，血开始涌出。你干什么？我尖叫，哭泣，徒劳地用拳头捶打西恩娜的背。她是你奶奶啊！西恩娜跨过奶奶，去开我病房的门。奶奶流着血，拼尽全力扑上前，抓住了西恩娜的脚踝。我绝不许你再伤害她！西恩娜一个踉跄，她狠狠摔在地上，肚子磕到地板。她倒吸一口气，蜷缩起身子，捂住了腹部。接着，血鲜红刺目，开始染红她洁白的礼服。你对西恩娜做了什么？一个男人的怒吼从电梯方向传来。是罗马。4. 罗马。我尖叫，指向奶奶。是西恩娜伤了奶奶。看她头上的血。但罗马听不到我。他的眼睛只锁定在西恩娜白裙上迅速扩散的猩红血迹。西恩娜眼睛布满血丝，眼神狂乱，抓住罗马的袖子。罗马，我只是想看看我妹妹，可奶奶，她叫我滚。她攻击我，我反抗不了，我们的孩子。我愣住了。孩子？我看着罗马惊慌的侧脸，我的世界第二次崩塌。他们在一起的时间足以造出一个孩子。在我躺在病床上腐烂，等待一个永远不会响起的电话时，罗马怒视着我那紧闭的病房门，声音因愤怒而发颤。诺拉，我答应今天给你转院。你为什么要挑唆奶奶对西恩娜动手？马上给我出来向她道歉，否则我发誓，我跟你恩断义绝。房间依旧寂静，我颤抖着看着她。奶奶捂着胸口，喘息着说，阿什福德先生，诺拉死了，他不可能指使我做任何事，西恩娜在撒谎。罗马停顿了一下，眉头紧锁。西恩娜看到了他的犹豫。罗马，我会拿我们的孩子撒谎吗？奶奶一直恨我，她只爱诺拉一个人。罗马的疑虑消失了，他示意他的保镖。2个彪形大汉上前抓住奶奶，反剪了她的双臂。罗马转向那扇门。诺拉，如果你不出来，我就让你最爱的人替你付出代价。他看了看表，3秒钟。罗马，我已经死了，求你放过他吧。我尖叫。打开门，就看一下。他朝保镖点了点头。那人一脚踢在奶奶膝哦。
他发出一声闷响，跪倒在地，痛苦地喘着气。向我未婚妻道歉。保镖吼道。我喘不过气，奶奶喘息道，哮喘。他颤抖的手摸索着他的包，但希恩娜伸脚把包踢到了走廊另一边。继续跪着，希恩娜冷笑道，我还没感觉到你的诚意。罗马看着希恩娜的残忍，他张了张嘴想反对，但目光再次落到她裙摆的血迹上，他沉默了。我试图抱住奶奶，我的泪水混入她脸上的血。罗马，求求你，救救她！就在奶奶脸色开始发紫时，电梯叮地响了。殡仪馆的工作人员走了出来，手里拿着那个衣物袋。他环顾混乱的走廊。诺拉·洛厄尔的家属在吗？兽医到了。谁进去给他穿衣？